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反抗世界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了。他既不呐喊，也不搞什么抗争，他选择睡大觉。没错，就是睡觉。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传奇的睡仙陈抟。有句老话你可能听过，叫彭祖年高800岁，陈抟一睡1000年。这就有意思了。彭祖那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岁，够厉害了吧？可你看陈抟，他一觉就能睡上1000年，这简直比长寿本身还要传奇啊！好，一睡1000年，这听起来肯定是神话故事，对吧？那这个神话的背后，这位陈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用睡觉来抗议？咱们就来层层揭开他的神秘面纱。想了解一个人呢，咱们得先看看他生活的背景。而陈抟生活的那个年代，怎么说呢？用一个字形容就是乱，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他生活在5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乱世。你想想看，短短50多年，中原地区就换了5个朝代，皇帝那就跟走马灯似的，换得特别勤。在这么一个今天活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就没命了的世界里，你说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呢？陈抟本人呢，其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读书人，但是他去考公务员没考上，结果你猜他怎么着？他干脆不考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这就是最早的躺平鼻祖啊！他说算了，我家里的几千卷书够我研究一辈子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个非常非常叛逆的选择。于是呢，他就跑到了华山去隐居。传说他这一睡就是好几个月。你可别以为他这是在睡懒觉啊，他的这个睡觉其实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修行，一种深度的冥想，这就是他隔绝山下那个吵闹世界的方法。不过啊，有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越想躲清静，麻烦可能就越来找你。当一个只想安安静静睡觉的隐士被当时全天下有权势的人皇帝找上门的时候，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儿？结果啊，还真不是一个，是先后有2位皇帝，而且这2位可都不是一般人，都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厉害角色。他们都亲自派人请陈抟出山当官，结果呢，他2次全都给拒绝了。他对其中一个皇帝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陛下，我这个人呢，就会看看星星，睡睡觉，没什么大本事，让我待在您身边，只会耽误您治理天下。听听这话说得多谦虚，但那拒绝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当坚决了。后来，宋朝的开国皇帝也派人来请他。这次更有意思了，据说啊，陈抟当时正骑着一头小毛驴儿，听到这个消息，他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捏叫一个厉害，结果一不小心直接从驴背上给摔下来了。但是你得知道，他这个笑啊，可不是嘲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因为他夜观天象，早就知道这位先皇帝呀，就是那个能结束乱世，给天下带来和平的人。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那他自己呢，也终于可以安心安心的继续他的睡觉大业了。所以你看，他不是不关心这个世界，恰恰相反，他很关心。他只是选择用他自己的方式，一种无为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世界。好，那他这种看起来有点避世的态度，背后到底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呢？其实啊，咱们可以从他自己写的诗里找到一些线索。他有一首归隐诗，里面有2句特别有名，叫子莫纵容争即睡，朱门虽贵不如贫。这话说的特别直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当官再风光，哪有好好睡觉来的舒服？住豪宅再有钱，也不如过点清贫日子来的自由自在。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真的喜欢受穷，他喜欢的是那种因为拥有的少，所以没什么可失去的自由感，是那种内心的安宁。对他来说啊，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且这也再次证明了，他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对世界漠不关心的隐士。
你看他诗里还写，听到哪儿又打仗了，他会发愁；听到那些醉生梦死的歌舞声，他又觉得很烦。所以说，这个世界的苦与乐，其实一直都牵动着他的心。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哇，陈抟这个境界已经相当高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请出另一位道家哲学的大师庄子来评价一下，他可能会摇摇头说，还差了点意思。怎么说呢？在庄子看来呀，一个人的修行境界有点像打游戏通关，分2步走。第一步就是像陈抟这样，先摆脱掉对权力、财富这些世俗东西的追求。这一关，陈抟可以说是完美通关了。但还有第2关，也是终极大 boss 关，那就是你的内心要达到一种绝对的、彻底的平静，做到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看，陈抟他还会为天下太平而高兴，为战争而忧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情绪，他的内心其实还是跟这个世界紧紧绑在一起的。而在庄子的理想里呢，一个真正的圣人，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外界刮风下雨都不能在他心里掀起一丝波澜。好，聊了这么多古代的哲学，那我们回到现在，陈抟的故事对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别说，这个意义还真的挺大的。他最大的影响就是用他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嘿，成功的路不止一条。除了我们通常想的升官发财、出人头地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另一条路，追求内心的自由与平和。而且，这同样是一种成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高级的成功。你再想想，我们今天啊，很多人不是在提倡慢生活吗？还有些年轻人说的躺平。你仔细品品，这些思潮的核心是不是跟陈抟的哲学特别像？他们都是在对主流的单一的成功标准提出质疑，然后主动的去选择一条可能不那么拥挤，但却更忠于自己内心的路。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不做什么的自由。我拥有选择不去接受那份高压工作的自由，我拥有不去卷入那场无休止内卷的自由。这本质上就是把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感和自主权放在了那些外在的世俗的评价标准之上。所以你看，陈抟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成功是你拥有定义自己人生的自由。有时候选择退出不是认输，不是失败，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主动的选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快到让人有点喘不过气的世界里，告诉自己，嘿，慢下来是完全可以的。1000多年前，陈抟用睡觉这种方式来回应那个喧嚣的乱世。那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更加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用来寻找内心那片宁静的方式，又会是什么呢？